大家好，我是阿兰。今天我要探访一座特殊的建筑，与其说是木炉，实际上更像是一栋民居，因为这里面没有木，也没有神位。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参观呢？因为这栋木炉的主人，他是湖南省第2大富商。好，我们就一进去看看吧。嗨，大家好，今天我带着安南来参观一座木炉。就像刚刚安南所说的，这座木炉呢，里面既没有木，也没有神位，也没有墓碑。远处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正前方，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木炉，它更像一个民居。但是呢，以前这个房子里面呢，供奉的是这位房子的主人叫武寻卿，里面有他的神位神像。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墓以及里面的一些像啊、墓碑啊，这些都已经被焚毁了，所以现在看不到任何的痕迹。但是我们还是要到这个地方来参观，要聊一聊这位墓主人武寻卿的精彩故事。现在大家看到我这镜头的正前方，这个木炉啊，它还是保持的古色古香，没有被拆毁，没有进行过大面积维修的痕迹，仍然保持着100多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而且这个木炉旁边啊都是民居，有很多人居住在旁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木炉它设计几个角啊，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木炉的它的正上方啊、四周啊，全部是用这种青绢白飞这样砌筑的这样一个房子。好，先我们进去看看这个木炉里面的一些现状，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位木炉的主人武寻卿的精彩故事。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木楼的旁边，你看这里的人家还晒了好多的衣服。整个这个房子，以前呢，在70年以前，这个地方被征收用于这个机械加工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木楼的正前方有2棵名贵的树木，叫玉兰，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木楼的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有2块文保碑。武顺卿木炉，2014年3月6日公布，2014年4月30日立。这是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木炉建于1936年，武氏家族经营钱庄，在湖南同业中居第2位。木炉是中西合并建筑，横开3间清水砖墙，周围用青砖砌以墩柱，环以石柱构成回廊，小青瓦屋顶，墙体及部分构件极明显欧式风格。木炉屋中墙上原嵌有武顺卿石刻画像及于右任等名家书法画像赞石碑。好，这是关于武寻卿木炉的一个介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武寻卿木炉，它的正门啊，上方啊，有一个繁体字的一个门框，上面字迹看得不是太清晰，而且这些繁体字我也不认识，很抱歉，我没办法念给大家听。好，我们先进去看看这位墓主人武寻卿
木楼里面的一个现状，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历史的痕迹。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木楼啊，这个顶部啊，的确是按照珍稀合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式来修筑的。也就是刚刚前面介绍的部分，我镜头的正前方应该以前是武寻卿的一个画像，包括于右任的一个壁画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被仓库给取代了，已经被拆毁了，看不到了。然后这个木楼的右侧一个房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以前被征收用于机械加工的一个车床的一个设备，然后里面还有100多年前、几十年前的一些生产过的一个痕迹啊，包括这个顶部的设计，你看看都是非常有特色，按照西方结合的一个设计风格来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木楼。我们再看看左侧的房间，仍然也跟右侧的房间是一样的顶部设计。其实它这个木楼啊，它这个两边这些仓库啊，都是后期被当地政府征收以后啊，重新开凿的一个仓库设计。它整个这里面的这些木门啊，还是保留了100年以前这样的一个木质的门，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只是稍微把一些木门有损坏的地方重新加以修缮了一下。整体部分没有做大体的变化，而且整座木楼的话非常的牢固，非常的扎实。好，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武寻卿木楼里面来详细聊一聊这位主人公的传奇一生。武寻卿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非常勤苦家的孩子。在1890年前后，因为没有钱上学，只能去外地谋生。他勤劳肯干，刻苦学习，就是掌握了一定的商业知识以后呢，就创办了玉训长钱庄，成为享誉长沙钱业的4大金刚之一。发家致富以后呢，武寻卿就回到了他的原籍，也就是我现在的所在地湖南省湘潭市。他的这座私家花园被人们称为武家花园，面积会比较大，但是现在整个武寻卿他们修筑的这个武家花园已经不复存在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经被拆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一些历史档案里面的一些介绍啊，来跟大家描述武家花园的一个情况。在我镜头的这些正前方，以前都属于武寻卿私家花园的一个宅基地，但是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看不到了。武寻卿他们家武家花园呢，设计的非常的棒，四周啊那个屋角啊呈人形图案，门和窗呢皆是木质，屋面呢盖着钢瓦，上有不彩色的琉璃瓦，飞檐翘角。然后这个飞檐翘角是由水泥、传统的糯米、桐油、石灰、鸡蛋清调制，就显得更加的厚重。地面呢采用磨石，与青绢呢风格的迥异。然后再结合西方的一些彩绘啊，它的整个武家花园都非常的美轮美奂。但是这只能是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没有任何的历史痕迹了。武寻卿是湖南省曾经的第2位非常有钱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27年的时候啊，何键驻扎在湖南，然后呢，他所管4路
总指挥征收鸦片的税款，还有盐等筹集军饷的一个官职，然后呢，全部交给了伍寻钦。这时候，伍寻钦的儿子又当上了印发局长，这样子就是又是官又是商。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官商，在这个时候，他们家就大获其利，一下子飞黄腾达。然后伍家就在湘潭之业，就拥有了数千亩的这样的良田资产。在那个年，在1918年到1925年左右，就已经上百万，同时兼营粮食，并开设粮站。同时，伍家还在湘潭获得了这个盐矿的开采权利。1936年后，伍寻钦去世，他的儿子伍子清就把这里扩建成了湘潭城唯一一个向公众开放的私家园林，也就是伍家花园。这个伍家花园在整个湘潭城，在100年前空前绝后，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私家陵园。但是在特殊年代，伍寻钦墓庐里面的一些墓碑啊，还有很多一些值钱的一些地方啊，要么就被盗，要么就被匪，非常的可惜。现在大家在长沙都还能够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叫武后德堂，在湖南长沙的坡子街。这个公馆是1946年伍子清修建的，也就是我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伍寻钦的儿子所修的。在长沙当时有钱的钱庄，主要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伍寻钦创造的裕训长钱庄，然后再加上这个春茂万裕能，当时这2大钱庄占了全长沙86家钱庄的总资金的一半，整个长沙的50%了，甚至接近60%。好，关于伍寻钦墓以及这位墓主人伍寻钦的一个传奇人生，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整个这个建筑，它的历史痕迹非常的明显，而且这个墓庐整体保存的非常完好，没有进行受到破坏，也整体建筑也没有受到这个风吹日晒雨淋。它的整个墙基、地面设计都是非常的牢固以及比较前卫。现在只有这2棵玉兰树来守护这座墓庐。好了，今天这座墓庐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参观。谢谢大家收看，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